这个地方叫义犬之墓。你看这里就有这个犬鸣山它的由来的介绍。在公元890年的3月，有一位来自基伊的猎人带着他的猎狗来到此地追捕一只野鹿。当时猎人躲在丛林中观察着野鹿的一举一动，可曾想猎人身旁的大树上正好藏着一条大蛇，这条大蛇正准备攻击猎人。然而这位猎人专心狩猎，并未察觉到危险，反而在搭箭准备射杀野鹿。这时猎人的爱犬见到大蛇欲攻击主人，便开始狂吠不止。这只野鹿被狗叫声吓到，迅速的逃走，猎人因此失去了猎物。他一怒之下拔出了腰间的短刀，砍向了不断吠叫的猎犬。但即便是如此，猎犬呢仍然奋力的扑向大蛇，死死的咬住大蛇的头，最终与大蛇一起倒地。这一举动挽救了猎人的性命。猎人看到这一幕，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鲁莽。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在这座山的山脚下厚葬了猎犬，并折断了自己的弓箭作为墓碑。此后这位猎人进入了山脚的七宝龙寺出家为僧，终身为爱犬超度，安度余生。后来这个故事传到了宇多天皇的耳中，天皇感叹道：“这真是一只报恩的义犬呐！”于是将这座山呢改名为犬鸣山。朋友们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日本著名的修行圣地犬鸣山。犬鸣山呢是位于日本大阪府泉佐野市的南部，坐落于和泉山脉的东麓。这个和泉山脉呢，我们从地图上看，它其实是属于葛城山脉的一部分。这个葛城山脉的范围就非常大了，从最东边的和歌山的海边，一直延续到北边的大河川的上游，是一个躺着的 L 形态的一个地形，全部都是深山老林。那么犬鸣山呢，就是靠西边的这一块的山脉它是作为大阪和和歌山之间的重要的山岳地带。它不仅仅是大阪地区的重要的自然景观，我们知道大阪是一块海水冲刷的平原，所以它的自然景观呢也都是围绕在大阪府周围的山区。所以呢这一块区域呢也是大阪府比较有名的自然景观胜地。此外呢，它也是日本最古老的修行圣地之一。这座山呢不是太高，海拔呢只有597米，但是山内的山谷纵横，山内的景色非常的秀丽，到处都可以看到瀑布飞流，四季呢都有着迷人的自然风光。春季有美丽的山樱，夏季呢有萤火虫，秋季呢就是红叶，冬季呢可以看到飘雪。犬鸣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661年齐明天皇7年，当时修验岛的这个开祖叫做玉行者，他当年是28岁，首次来到这里修行，比大和国著名的修行圣地大峰山早了6年。由于其历史悠久所以呢犬鸣山也被称为元上山。传说一行者在此修行的时候，巨力伽罗不动明王化身为黑龙现身，因此成为了本山的本尊，成为修验道的重要象征之一。我们可以在这个山里的这个七宝龙寺的本堂附近看到一尊很高的巨力伽罗不动明王化身的那个不动明王像，他手里就拿着一把剑，剑上呢缠绕着一条黑龙。此外著名的弘法大师也曾在此修行，并在山中的7个瀑布供奉了7福神。这呢是象征着祈愿国家安泰、五谷丰登、众人平安的信仰传统。犬鸣山的核心寺院七宝龙寺呢，至今呢是真言宗犬鸣派的大本山，延续着修验道与神佛合一的信仰传统。此外，犬鸣山呢还因为温泉街而闻名，在犬鸣山的入山的入口周围有一条温泉街，有很多的这个温泉酒店。在这个山中呢，还设有山内的28处可以寻行主要的修行场所，像瀑布、岩石、堂宇、神社，让许多人都可以体验这个修行的氛围。之前提到的修验者的开祖呢，义行者首次来到这片山域进行修行，并且在此处呢开创了修验道，建立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座修验道场。义行者呢本名叫做义小角，他是日本古代著名的修验道的创始人，活跃在飞鸟时代，他被视为是日本修行者的鼻祖。修验道呢，它就是主要包含了个人修行以及集体修行的这种宗教传统。修验道是结合了日本原始的山岳信仰，就日本古代呢就有崇拜山岳山川河流这种习惯，以及道教的神仙观念和佛教的修行方法，强调修行者通过艰苦的山岳修行来获得精神与肉体的净化和觉悟。这样听上去呢，是不是有一点和上座部佛教的注重个人的解脱，通过严格的自我约束和禅修达到涅槃是有一点类似呢？
修验道的修行场所通常是山岳，特别是在奈良县的吉野、大峰山这样的圣山进行团体修行。修验道的信徒们呢会组织修行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是个人精神的锻炼，还是与其他修行者共同分享经验、寻求灵性提升的集体修行。一行者这位创始者自幼就展现出了非凡的灵性，据说他能够操纵自然界的灵力，还精通各种修行法门。他的修行经历遍及日本各大山脉，但是呢，主要是集中在吉野和大峰山这些圣地进行修行，然后逐渐形成了修验道这一独特的宗教体系。之前我们提到了葛城山脉，在古代呢是跨越了很多的国家，例如像纪伊国、和泉国、大和国和河内国这4个国家的边界，总长度呢达到了112公里，从最西边的海边的加泰一直延伸到北端大河川的上游。据说一行者在这一区域呢，将《法华经》的28章分别埋葬在各个地方，建立了经冢。因为登山修行者设置了28处修行的场所，这些地方呢被称为葛城28宿，是修行者进行修行和留宿的场所。在犬鸣山呢，也有效仿这个葛城28宿，这些僧人们呢，他们在山内的各大修行场所，比如像瀑布、岩石、堂宇、寺庙等地方，也埋藏了经书，并设置了山内的28宿。通过这一安排修行者们可以在山中进行巡行修行，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亲自体验这种修行者的修行之旅。犬鸣山的七宝龙寺还举行这种面向社会大众的一日修行体验活动。看它的官网介绍呢，是在每个月的第3个礼拜天向大众开放这种修行活动。提前电话或者是网络预约，然后缴纳一定的费用，然后按照当天的一个流程来体验这种修验者每天要做的事情，这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吧。这一块比较安静的区域呢，叫大护摩场。一般护摩场呢是密教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场所，主要呢是进行护摩法会。这些法会呢，通常将涉及的各种贡品放在护摩坛上，象征着对神明的敬意和祈愿。护摩坛呢，就是护摩场的一个核心位置，这是一个特别设计的一个架子，用来放置火焰和贡品。坛上的火焰代表着智慧和能量，烧毁贡品时，它的气味和烟雾呢，被视为是传递信仰的一个媒介，向佛菩萨祈求祝福和保护。信徒们相信，透过这样的仪式呢，能够清净心灵，消除障碍，达成自己的愿望。犬鸣山七宝龙寺的别号叫做白云院，在这背后呢，还有一段凄美的传说。传说呢，有一位名叫小圣的修验者，时常出入宫廷，宫中美丽的寺女智金女呢，对他心生爱慕。然而这位小圣呢，为了不让情感影响自己的修行，他毅然逃至了犬鸣山。这位宫女智金女对小圣念念不忘，追寻他的足迹，辗转来到了犬鸣山。然而他在追寻的途中迷失了方向，饥寒交迫，加上浓雾遮天蔽日，最终不幸倒在了路旁。村民发现之后将他安葬，并发现他倒下的地方涌出了一股清澈的泉水，故称为至今的泪水。人们相信这个泉水象征着至今女的泪水，带着一颗真心祈愿的人，若每天饮用这里的泉水，必将能实现愿望。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目的地，叫七宝龙寺。这些应该是参道，这一条过去都是参道。像这种深山老林中，就是日本古代的那种修验道的圣地。咱们下到这个瀑布这个地方，下面来看看。哇，好有意境啊！这里。你像这种新修的祭坛，像这些都是这种修验道的一些信徒，他们花钱捐赠的，然后就把神灵供在这里。很多日本在这种山谷里面修验道的道场。这座观音堂内呢，安放的据说是弘法大师亲手制作的11面观音菩萨像，这尊佛像被纳入在出字中，扉门是闭合的。弘法大师在犬鸣山修行期间，自行雕刻了灾难必除的身带不动冥王像和除恶的11面观音菩萨像，并将其放置于本堂。然而由于这尊佛像灵验显著，后来建立了观音堂，并将其从本堂迁移至此安放。因为这个寺庙
在这个山里面，所以运送物资非常的不方便。在山里面的寺庙基本上都是靠这种轨道来运送物资。我们可以看到七宝龙寺呢，它的这个位置啊，就是位于这个犬鸣山的山谷的谷底。好，这里就是不动明王的道场了。这个位置呢比较隐蔽，然后周围的树木也比较茂密，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不动明王广场。这个广场中啊，有一座非常巨大的不动明王的雕像，被称为大圣不动明王。不动明王呢是密教里非常重要的护法神之一，也是五大明王之一。他通常被视为是大日如来的化身。我们看到这尊不动明王，它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啊，就是他右手手持的那把剑上缠绕了一条黑龙，这个就是巨力伽罗。它被视为不动明王化身之一的龙王的名称。巨力伽罗龙王通常以一条缠绕在剑上的黑龙的形象来表示，通过巨力伽罗龙王来彰显佛法的威力与护法的精神。在瀑布的一旁有一座眼光锐利的防痴呆不动明王。这尊不动明王拥有4只手臂，右手握着一把被火焰包围的宝剑，火焰象征着能够烧尽烦恼的智慧之火。这把剑呢，象征着授予大智慧的智火。据说信仰这尊不动明王能够获得大智慧，防止痴呆。这里呢有一座梵钟，它的这个介绍写的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你专心的祈祷之后，敲击这个梵钟3次，敲击1次呢可以清净6根，消除烦恼和业障；敲击2次呢就可以追思历代祖先，祈愿他们得到解脱；敲击3次呢就可以保家庭平安，心愿得以实现。好，女施主被我们演示敲钟。它这里还可以，就是到这里来修行，向这个寺院提出申请，提前预约来这里修行，应该是体验他们这种修验道的这种氛围吧。这里还有一个老人家在今年的5月14号在这里走失了。日本好像有很多这种老人家，就是出去徒步啊，然后就走失了，就没回来的，这种案例很多。然后警察也搜山，到处找了也找不到人，这可能和那个日本的神隐文化有关，特别就在这种修验道的地方，可能是神隐了。这个可爱的雕像叫做不动36童子，第10番不思议童子，哇，超级可爱！我刚刚看到这个童子动了一下，我说可爱的时候，它就动了一下，它表示赞同。